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销烟，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然而，中英之间的第一场战役却没有在广东打响，反而是跑到了千里之外的浙江。为什么这一战会打到浙江去呢？而且在中文的历史教科书中，往往只把清朝的战败简单归类为闭关锁国，但事实绝非他们说的那样简单。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中英之间的第一场战役——定海之战。公元1840年，英国与清朝之间的诸多矛盾已发展至不可调和地步。随着军事冲突先后在九龙和川鼻口爆发，不列颠本土的议会也迅速做出决断，将派遣远征军对固步自封的东方帝国实施惩戒打击。面对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清朝方面并非没有任何察觉。至少在坐镇岭南的林则徐等要员看来，广东地区必将经历一场由英夷发动的海盗行动，但局势发展却还是远超事前预判。早在珠江口的虎门炮台被摧毁之前，位于遥远北方的定海将率先失陷。事实上，最迟到1840年初，鸦片战争的阴云便笼罩于广东海岸。即便当时的通讯条件非常有限，掌握海陆交通的英国人依旧在信息传递方面有较大优势。大量集中于维多利亚湾的商船队开始有条不紊地向新加坡或加尔各答方向撤退。等到再有大批船杆云集于珠江口岸，已是英军的首批远征舰队。而嗅到危险信号的林则徐也忙于在自己的辖区内巩固防御体系。然而，鸦片战争的第一声炮响却并没有在阴云密布的广东开打。许多后世的通俗历史分析作品往往将此等怪象判定为地方当局的布置有方，所以让兵力有限的英军先遣队不敢肆意妄为，被迫沿漫长海岸线北上，寻觅可供突破的薄弱环节。事实上，在林则徐给朝廷的奏书中，也是这么鼓吹自己的成绩的。他说是岸上防御太严，英军不敢进攻。但真实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英国人自决定开战之日起，就将首要目标校准于浙东水域，这样既能获得一处适合防御的前沿基地，又可以为之后的行动制造更多主动。同时占领比北京更近的舟山，远比占领广州更能对清政府施压。其实英国商人早在此前的2世纪里面就定期造访舟山群岛。从康熙皇帝宣布解除海禁的1684年，到乾隆皇帝勒令彻底加强管制的1757年，当地都是东印度公司进行远东贸易的重要据点。一度还有过专为其建造的红毛楼，扮演着类似广州13行的会馆角色。因而对19世纪中期的英军而言，那里依然是远胜港岛的可靠基地，远非开发程度较低的港岛所能比拟。加之还有贯穿南北交通的马格尔尼使团，以及孤身勇闯上海的阿美士德号商船，都让英国对舟山的风土民情和水陆条件非常熟悉。相比之下，无论是忙于备战的林则徐，还是稳坐紫禁城的爱新觉罗皇族，都对浙东水域的危局缺乏必要认识。因为整场危机的爆发与激化都发生在广东，所以浙江理应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即便整个珠江皆因战乱而尸横遍野，都不至于对江南重镇的侧翼带去什么影响。因而以他们的视角看来，第一次定海之战就无异于英国人不讲武德的偷袭。其实定海方面很早就知道英夷战船来了，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英夷来干嘛的，所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预防。甚至英军的几艘测量船已经抵达舟山岛外，开始测量水位深浅，也没有人阻止，这让英军非常的吃惊和意外。英军对舟山的测量活动并不是因为没有清军布防，所以才疏忽没有阻止的，相反边上就有停泊的清军水师以及几个土炮台，但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英军搞测量等间谍活动。或许他们压根不知道英军是在干嘛，也未必知道英军就是来攻打定海的，把他们认为是经商的也说不一定。甚至还有说法称定海方面认为英军是来朝贡的。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清军对英军的探测等间谍活动没有发一兵一卒去驱逐，就这样直到测量完成，英军才大摇大摆地离开。7月2日，英国最快的一支队伍进入定海港口，
并对定海知县下通牒，要求投降。当时的定海知县姚怀祥登上英国主舰，与英方谈判。姚怀祥说，英国把战争施加于民众身上，而不是我们这些从未伤害过你们的人。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强大，也知道对抗将是发疯，但我们必须恪尽职守。尽管如此，做会遭到失败。显然，姚怀祥已经深刻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但出于士大夫的风骨气节，坚持不愿投降。同时，这句话也体现出双方认知的巨大差异。在英国人看来，姚怀祥的话着实匪夷所思，因为他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你们在广州吃亏受辱，关我们浙江人什么事情？而在已经建立民族国家的英国人看来，大清国就是一体的，在广州吃亏的账当然可以算在浙江头上。7月4日，风尘仆仆的英国远征军终于抵达舟山群岛，并在重镇定海附近的内湾下锚。除装炮74门的旗舰维尔斯利号，阵中还包括3艘护卫舰、2艘单桅帆船、2艘蒸汽炮舰和10艘武装运兵船，另有皇家海军陆战队、第18皇家爱尔兰团、第26卡梅拉尼亚步兵团和第49威尔士步兵团的2000多名步兵，以及数百名来自孟加拉与马德拉斯的印度辅助部队。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方面来说，都胜于此前造访中国海岸的葡萄牙、荷兰或东印度公司武装。此时，清军在定海的防御设施仅有始建于1387年的6米高城墙和东南侧的小型炮台，前者主要是为防御倭寇而造，后者也仅能抵抗郑成功与越南海盗的有限攻击。本地守军人数仅为1000余人，由知县姚怀祥负责指挥。总兵张朝发麾下的水师规模较大，但也只有1540人，还需分别配属于炮台、零散炮位和港口内的21艘战船之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对突如其来的战斗毫无心理准备。7月5日上午，原本被动的清军开始主动部署防御。总兵张朝发和知县姚怀祥放下不和的成见，决定共同死守定海。前者将负责港口、海岸和炮台的防务，而后者则专心在定海城内死守。水陆两军在原则上互补干涉、增援，但也不能丢下对方擅自逃离。当然，如此反常的大规模调动根本无法逃过英军监视，仅仅是通过舰船顶端的围篓瞭望，便对岸上低洼处的形势动如观火。此类细小的差距不断累积，也注定了清军在第一次定海之战中的惨败命运。随着英军舰队司令博麦下令全面进攻定海镇，下午2点，蓄势待发的英军发起抢滩登陆，同时英国战舰向附近的塔楼开炮，中国炮台与船只也开炮反击。在提前就位的双杆护卫舰巡航号与阿尔杰林号掩护下，第18皇家爱尔兰团、第26卡梅拉尼亚步兵团和陆战队士兵分成10艘运输船向定海方向齐头并进。担任旗舰的富维尔斯利号则直接向火力最强的炮台发起挑战。不到10分钟之内，英国战舰就中国的炮台、战船全数毁掉，清朝整支水师便被英军的压倒性火力所击垮。负责海岸防御的总兵张朝发更是因重炮受伤而落入水中。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英军的第18步兵团和皇家海军陆战队完成登陆行动，占领了港口东边的东江山，并在这里布置火炮阵地，准备轰炸县城。同时，印度工兵部队和第26步兵团也完成登陆，带来了大批火炮。根据英方记录，此时定海守军尽一切可能骚扰英军的布置活动，但是大清军队的枪法实在太差劲，没能阻止英军的推进。英军舰队司令博麦甚至发出嘲讽，在我探访前线军营时，他们又射出了几发炮弹，但除了证明中国人完全不懂炮术外，没有其他效果。当晚，一支担任侦察工作的印度工兵部队前往县城正门探查情况，他们在路上遭遇一支中国巡逻部队，他们立刻向英国侦察队开火，同时战场上的定海守军也一并开火，场面一度危急。人数劣势的英国侦察队立即向后撤退，但他们侦察的目的已经达成了，那就是确认了定海城的守备情况。英军司令准将记录说，定海县城很大，
城墙周长约有6英里，是由质量较差的花岗岩砖砌成的。除了一处有山丘制高点以外，其他的部分周围都有一条约25英尺宽的沟渠或运河，与城墙只有几码的距离。城墙上还有许多炮台。在目前的状态下，如果有良好的部队进行防守，定海县城完全能进行很好的防御战。但是吊诡的一幕随即发生了。清晨的时候，负责路上指挥的乔治·伯勒尔中将又派了一支侦察部队前去确认定海城门的防御情况，但这时他惊讶发现那里已经人去楼空，清朝军队早在夜间向英国侦察部队开火后就弃守了。英军很快找来了梯子，随即大英帝国第18步兵团在毫无伤亡的情况下进入了县城。定海知县姚怀祥跳水自尽。为什么定海镇的军队完全不抵抗呢？原因在于总兵张朝发在英军第一次火炮攻势中受伤落水，随即重伤不治。在定海之战中，清军只有13名战死者和13名受伤者，其中战死的人里就有定海总兵张朝发。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再加上英军的猛烈火力与水师友军的迅速落败，留在定海守城的普通露营士兵震撼不已。在搬来装有泥土或粮食的袋子堵住一侧城门之后，便不由自主地从另一边夺门而逃。知县姚怀祥劝说无力，只能在城市的北门处跳水自尽。此时中英鸦片战争第一次会战结束，以英军在舟山建立起了临时军事政府，清军的彻底落败而告终。清军死伤13人，受伤13人，绝大部分士兵都逃跑了，而英军作为胜利者却仅仅付出了1人受伤的轻微代价。由于定海之战的失利，清朝有史以来第一次让自己治下的沿海土地为西方军队所占领。对从未遭受过此类打击的老大帝国而言，军事层面的损失固然有限，但政治领域的威严受损却格外刺眼。英国远征军将直接以舟山为基地，派船到天津向道光皇帝传递外交书信，从而成功使后者一改先前的高傲姿态，撤职主张强硬的林则徐，并同意与蛮夷开启谈判。当然，由于双方各自给出的条件相差过大，这轮由定海陷落所带来的和谈也注定会以失败收场。等待大清君臣的恶果，则是一系列更为迅速而猛烈的军事失败。